我家那口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，处处挑刺。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，非要出去找废差事，弄得全家都不得安宁。我家里也是，天天闹着回娘家，还要向花园学习，不给洗脚，不再回来。来，舒儿，你我父子二人许久没有一起喝酒了，今天一定不醉不归。芊芊啊，听舒儿说你在花园城时经常参与政务，且业绩颇丰。那不如你来说说，刚刚你这几位叔伯的矛盾该如何调解啊？想问在座的长辈，家里的家务谁来操持？我家夫人啊。孩子谁来养育？我家夫人啊。父母谁来照顾？我家夫人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家的夫人就像是伺候你们的丫鬟，照顾孩子的乳母，服侍父母的仆人，看似一个人在家里享清闲，实则上是一个人做了3个人的活。那在座的各位叔伯，有没有对自己家夫人说过一句“谢谢，辛苦了”？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们不曾对家里的管家、厨子、仆役说这样的话呀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夫人也就像管家、仆人是一样的了？荒唐，这是诡辩。哎，少君还给他洗脚呢。说到底，女人也只能做这些东西了，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？不对，女人可以在家里操持家务，也可以在外跟男人一样处理政务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我来考考你，似乎统计近些年的出生人口，发现人口逐渐下降，究其原因是男女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对不对？女子开始和离和改嫁，甚至有些人不成亲，导致生育下降，青年男子减少。那大家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吗？玄虎城男子自以为是，不问对方喜好就擅作主张，说白了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做什么说什么都得听他的。这样的男子谁会喜欢？依我看，就是你们这群女人在搞事情。我们玄武男子相貌堂堂，谁不喜欢？以后凡超过16岁未到婚嫁的，都要交罚金。罚金？单身税？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交税不够，那不嫁人就直接关起来。荒唐！出现现在的情况是女人的问题吗？这分明就是男人的问题啊！你们不想想如何去改变男人的问题，反而把责任全部怪在女人身上，有趣。依你说，那该怎么办？想不出来就算了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开放玄虎城与花园城通婚。花园以女子为尊，玄虎以男子为尊。自古以来，两城势不两立，何以通婚？玄虎花园两城僵持，两城的人民也受到了影响。说到底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。比如说，虎，在玄虎城是威猛权力的意思，可是，在花园城就是傻愣愣、莽撞、没脑子的意思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过近2年也是有可爱的一点。对内呢，我们可以解决玄虎人口下降的问题；对外呢，我们可以化解两城因为文化差异矛盾形成的误会跟隔阂，交换资源，这样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裕繁茂。怎么样？咦，花园城的女人可不敢娶哟。可你们的夫人、女儿、姐妹可都想嫁给花园城的男子呢。
甜言蜜语型的，威猛无比型的，温柔体贴型的，胸大无脑型的，各式品种，只应有尽有。姐妹们，想嫁吗？常言道，聘鸡司晨，家必亡。妇人们还是推居内室为好。今日到此为止吧。父亲，我觉得小千所说的不无道理。你还敢开口？我让你带矿回来，你带什么回来？它是矿吗？它能烧吗？是烧不了。母亲，你今日叫我来，我知道你这次来的匆忙，什么都没带，特意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些布料。哇，还有一些首饰，喜欢吗？哇，喜欢。你要是喜欢啊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先放回去。单手啊，母亲，力气挺大。我现在这身行头，跟上阵的铠甲相比，还差太远了。母亲，我听韩硕说，您父亲生前也是玄武城的司军，看来你是继承了老司军的衣钵。那你出家前也是司军吗？那时候还年幼无知，当年正值我父亲病重，又战事告急，我只好女扮男装，混进军队，替父出征。敢问母亲姓氏？我姓花。花啊，更像我熟知的那故事。就是那次出征，我结识了你的父亲。那时候他还是边军少军，我与他切磋时，把他单挑下马，打了他足足半个时辰。哎，那母亲为何现在不去当司军了？我毕竟是城主夫人。人前要做你父亲举止得体的妻子，这时间一长啊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那你不后悔吗？我喜欢兵法，喜欢带兵打仗，但是我更爱你的父亲。我还生育了韩硕，我把我的学识、见闻、武艺都交给他。为了他们，我放弃这些，没有后悔。可是现在韩硕已经长大了，成人了，你就没有想过再次带兵吗？以前不敢想，毕竟女人想要家庭的同时，还想要事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这两者如何兼顾，我不擅长。不会啊，在花园城，女人赚钱养家，当家做主，男人操持家务，这也是很和谐的。为什么花园城可以，玄武城就不行啊？可花园男子与我玄虎女子一般，也不能随性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创造花园，女尊男卑，本想是让女人扬眉吐气一番，却从未考虑过花园男子的境遇，这不还是一样不公平吗？看来我的剧本确实有些问题。男子在外养家，不好让他们操持家务。那我想问母亲，何为家庭？夫妇一体，乃为家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才是家庭，维系家庭的不应该是其中一个人的责任，对吗？我亲生母亲是前任裴思君，她把我托付给城主，就是为了要让我继任思君的。
我从小到大学文习武，没有经历卓考，就被点名暂代司军一职。司军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可现在，司军是裴公子，所以我要先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为什么要走别人给我安排好的路？陈芊芊走了，他们便想让我当少城主，我偏不。裴司军，半月之后，我们将有一批新的乌石矿送往玄虎城。如今两城关系紧张，我们是否要多派些人手去护送？不必了，我们是去做生意，不是打仗。派一小队人马，防备山贼即可，尽量避免与玄虎城发生冲突。冲突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吗？你们以为与玄虎城还能和以前一样和平共处吗？送二郡主回府。我不是二郡主，我是裴司军。二郡主，如果你想夺回司军之位，也应该是陈司军，为何会是裴司军？若我是已故裴司军的女儿呢？郡主，您说这话可有证据？你没想到吧？我不想做什么少城主了。陈芊芊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要。我现在只想做裴司军。既然哥哥不愿意在人前认我这个妹妹，那我只有自验正身了。裴司军居然还有个女儿，这个玉佩果然是已故裴司军的东西。这自己也做不了假，两个人都姓裴，我们到底听谁的？当日哥哥是以已故裴司军独子的身份收服了护城军。那么今日，我这个裴司军的女儿，是不是比一个男人更名正言顺？花园城的护城军，何时向一个男人低过头？你为了接手护城军，不惜自曝身世。其实你根本不必要这样。现在已经没人跟你争了。花符呢？裴公子得罪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园城新一任司军，名正言顺的裴司军。拜见裴司军。司军，这可是统领护城军的信物啊！今后，花园城的护城军只认人，不认府。违令者，斩。是。送他回府。来人，送裴公子回府。半个月后的这批乌石矿，暂且扣住。司军，这是我们早已和玄虎城谈好的，他们定金都已经付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反悔，岂不是自毁信誉？他玄虎城收留了花园城的叛城郡主，我扣他一批矿算什么？叛城郡主，难道是少城主？他还活着？给玄虎城送去消息，要矿可以，把陈芊芊给我送回来。否则，从今以后，他玄虎城的韩家，休想从我手中拿走一块乌石矿，千金万金也不卖。司军，若是玄虎城不同意，我们挖出来这些矿就这么放着，咱们花园城也用不上啊。我自有安排。另外，城主府的护卫我信不过，去换我们的人。是。
听说你从裴恒手中夺回了司军之位。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做夺呢？我又听说，你将城主府保护了起来。母亲，您累了，该好好歇息。女儿想让您好好调养身子。可整个花园城都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还怎么继任城主之位？母亲放心，我只做司军就好。女儿已经想通了，只要权力捏在手里，做不做城主又有何区别？我有我亲生母亲留下的护城军，我为何要与别人抢一个城主的名头？您看，我现在坐镇军中，花园城的乌石矿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您不也拿我没办法吗？我就是怕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所以才不想把你的身世告诉我。您还不如早些告诉我真相，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。看来是我错了。当年，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开心一点。从小到大，在您面前，我一直都输给陈芊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向您证明，我比她强。你一定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您放心，我不会再杀他。但他也别想躲起来和韩硕长相厮守。我要让他回来，让他看看他是怎么输给我的。在你看来，我在你眼里就没有半分母女情谊了吗？少君，花园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如果不把少城主送回去，他们就不把矿卖给我们。听起来不像是母亲下达的命令，是不是又有人越俎代庖了？要不我回去看看吧。这一看就是陈楚楚为了骗你回去设下的陷阱。花园城那边现在应该是天罗地网等着你了。我们去找父亲商议，他深明大义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也不会把你送回去的。走。父亲，我已经召集了护城军的几位叔伯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芊芊啊，最近在玄虎城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习惯，父亲母亲待我像亲女儿一样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是打算让他留下？玩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回你们花园城了。您是要让他去送死吗？此事本就因他而起，你们不仅不愿意让他承担责任，反倒要牺牲我们玄虎护城军的兄弟。此事万一有诈呢？这花园美人计当真好用啊，一环扣一环。你们怎么吃起亏来没完？城主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与花园城的纷争，楚楚继任城主，早晚都会切断与玄武城的乌石矿交易。到那个时候，玄武城的男人就只能去种地了，或者像花园城一样发展布料产业，女人养家糊口。女人赚钱，那谁来当家呀？自然是女人啊。怎么可能？那不跟你们花园城一样啊？和花园城一样，有什么不好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你不是说女人多么厉害呢？为什么不去求女人，还不是在这里求自己的夫君，让硕儿再来求我？我要是求女人，你也得放权给女人啊。放权？说起武艺兵法，以前你们花园城有个裴武江算一号人物，其他女人上战场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处处看不起女人，最终还不是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去解决问题？
谁说玄虎城没有女人带兵打仗？芊芊，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女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钱要自己赚，兵要自己带，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贬得一文不值。李思君，当年我父亲临终前将玄福托付于你，如今我想要回玄虎护城军，你可愿交还？不能给。玄福拿来。花老思君的托付，属下断不敢忘。花思君，玄福在此，护城军任您差遣。起来吧。终于等到您重回军营了。想当年您鲜衣怒马，那仪态那气魄，就是可惜嫁人太早了。夫人，你真的要出征花园城吗？你要是敢出兵，我就休了你。笑话！休书！我先休了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女人不能带兵打仗，你大概忘了，当年被我打倒，连马都跪下了。你也不要忘了，你还是城主夫人。城主夫人我也已经做腻了。既然是你给的荣耀，不要也罢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思君，不再是城主夫人。我有我自己的荣耀。你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母亲，全都反了！父亲，硕儿，为何父亲没有心机，还会心痛至此？啊！我这儿媳妇娶的，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这花园城的女人，当真是红颜祸水呀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谢谢你。我只是做出了我自己想要的选择。女人该活出自己，不依靠任何人，这话没错。当日你给了我一块金牌，今日我可是百倍偿还了啊！给你们当盘缠，够不够义气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回花园啊？哎呀，城主夫人出去打仗，这贵妇圈里早就传开了。那城主夫人跟城主要和离的事儿，哎，要不然说你厉害呢。你看来了没几天，就搞得公公婆婆都和离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玄武城的妇人啊，纷纷效仿城主夫人，都要当家做主。这城主知道了，气个半死。怎么了？哎呀呀，对不起啊。从即日起，女人上街须袖长及腕，下摆及怀。这三伏天不得热死啊！女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习字。那怎么赚钱啊？女人不得参政经商，商户不得雇佣女人。哈，原来在这儿等。4岁缠足，豆蔻束胸，无一例外。合着都缠女人身上，男人什么都不用缠。女人不得主动提出和离。那嫁人不就等于没有回头路了？禁止怀孕堕胎。就这个还靠谱？靠谱啥靠谱？万一男人生米煮成熟饭不认账，那女人多吃亏啊！啊！
这玄武城城主怎么回事啊？这样看来还是花园城好，要不然我也回花园城，过回我从前的逍遥日子。从即日起，男人上街需袖长及腕，下摆及踝。花园城这天气，不到3伏天就热死了。就是啊。男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读书习字。现在偷偷学也不行了，那您不是连私塾都办不成了？男人不准参政经商，商户不得雇佣男人。那男人只能种田成亲。男人不得主动提出和离。成了亲就等于没有回头路，见一个爱一个的女人太多了。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生下孩子，男人无权干涉。那女人要是不认账怎么办？来，一山不走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干什么？走走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这是你下的命令。你不是只说要当司军，掌了兵权，怎么还擅自代理政事？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继任城主了？如果我说是，你待如何？我不能如何，只是城主之前已经准许男人做官，花园城民风已经开化，你怎么能违背他的政令？这到底是母亲的政令，还是陈芊芊的政令？这不过是母亲生病时，陈芊芊代理政务所制定的规矩，这都是错的。我要让花园城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你如今代理政事，不管对错，只管与芊芊对着干。你去街上看一看，不光是男人，女人对此也十分不满。你这是倒行逆施，违背民意。现在花园城的权力都捏在我的手上，我的意愿才是民意。楚楚，我之前任司学时，可不是这般教导你的。哼，可你现在已经不是司学了，我也不是以前的二郡主了，我再也不会受任何人摆布。事实会证明，芊芊才是对的。不许在我面前提陈芊芊！陈芊芊，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欧兄，你还是吃一些吧，近几日你都消瘦了。哼，大当家的。之前装这么好心，现在终于忍不住要杀我了。庄永娟，走吧。你要放我走？你的一生追求不过就是为了施展你的抱负。如今花园城容不下你了，不如你就待在玄武城。也许还有你的一番用武之地。陆兄，快谢谢大当家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一天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我要回花园打仗去了，不可能带着你这个拖油瓶吧？你可别告诉我说你要回花园城啊！现在花园可容不下男人。为何这样说？花园怎么了？二郡主发生了什么事？男人不准进学堂，不准私自读书习字，男人不准参政经商，不准雇佣男人，男人不准主动提出和离。这不是二郡主的主意。性命由你吧。是不是也不准男人领兵？这都是你才能干出来的事。如今。二郡主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？哎，你怎么喜欢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啊？
当年我男扮女装考副将，你将我揪出来毒打，险些废掉。如今你充什么好人？你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所以是陈楚楚把你从陈芊芊手上救走，怪不得你一直针对我。行吧，破案了。其实想解你的心结也不难。这样，你同我一起回花园，在路上你看看我是怎么对子睿跟梦过的，便知道现在的我还是不是当初的我。人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嘛，你就当我当初不懂事儿，伤害了你，以前欠你的，现在还。你怎么解这么久还解不开？以前一直给我更衣的侍女呢？城主息怒，禀告城主，那是城主夫人的陪嫁，已经跟随城主夫人一起回司军府了。行了，我自己来。你去帮我端盆热水，我要洗脚。洗脚？城主夫人说洗脚盆也是用她的嫁妆买的，她拿回去了。什么？连个洗脚盆都不给我留下？那你不能拿个新的来吗？从前采买物件都是城主夫人安排的，现在城主夫人走了，谁也接不了手啊！一群废物！传令，让少君来见我。这点事儿你总能干了吧？是。你看那个陈芊芊惹出多大的祸，竟让你母亲做出这种荒唐的事。现在全玄虎城的女人都跟着反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陈芊芊为什么是三公主了。郡主倾城，公主倾国，两座城都装不下她。母亲重任司军是她自己的决定，而全城妇人纷纷和丈夫和离，是因为您颁布了不公的规定，这怎么能怪芊芊？这些事儿都是那个陈芊芊来了以后才发生的。那这只能说明这些矛盾已经存在，而芊芊只是让这些矛盾浮出水面而已。哪里有什么矛盾呢？我跟你母亲感情多好啊！您当年为什么要娶我母亲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您不会已经忘记了吧？当然没有。当年我跟你母亲在军营相识，我们切磋武艺，她把我按在地上打。那时候我心里记恨，想着回到玄虎城，我一定要扳回一城。哎，谁知道我回到玄虎城之后，竟发现她是女儿身，不仅人漂亮，武艺高，还会打马球。你母亲在球场上持胄击服，风驱电势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女子。俊呐，那和小芊倒是颇为相似啊。哎，你的小芊可比不上。当年你母亲眼睛里是有星星的，一闪一闪的。那这跟小芊真是一模一样。只可惜啊，你母亲婚后不像以前那么鲜活了。我听传言说，自从您娶了母亲之后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便在园中种下了这些木兰花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从不将木兰花养在室内啊？哎，木兰清丽脱俗，唯有这广阔天地才能配得上它。养在室内，岂不是俗气了？您既然倾心的是那个骑着战马不可一世的女人，那为什么要求她在家相夫教子、贤良淑德，变成您不喜欢的人呢？
母亲是为了您，所以才失去了往日的光芒。而您呢？您为她做了什么？您知道她真正想要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子吗？